飞基地，我们公鸡剑拿到了本次世界赛的首胜，赢下的还是 LPL 的2号种子滔博。7这个数字和我们 LPL 之间是真有点说法吧。LPL 在参加 S 赛后的第7年收获了赛区首冠，而 EDG 夺冠也是在距离中国7777公里的雷克雅未克。那今年的 MSI 7之意志再度抬头啊，BLG 3-2终于战胜了 T1， 也是 LPL 时隔777天赢下了 T1 的 BO5， 滔博哥则紧随其后啊，让 G2 时隔777天再次在 BO5 中击败 LPL 队伍。当然，滔博从不满足于这种硬凑数字的历史，他们不仅输了，还创造了 MSI 历史上第一次让2追3。而滔博的传奇故事没有止步于此，随后他们在面对 LCP 的越南战队 TSW 中以1-3耻辱下播，再次创造历史，让越南战队第一次品尝到了世界赛舞台 BO5 胜利的滋味，太伟大，太无需多言了。那这期的赛事周报，我们就以2条线来聊一聊目前的 MSI。先跟大伙仔细聊聊 BLG 是如何战胜 T1 的，这场打满的波舞有多精彩。然后我们再聊聊滔博哥这场耻辱性的大败到底因何而起。我们先从 BLG 这条线开始出发，毕竟冰大哥啊可是赛前狠狠的锐评篮子的。这场 BO5 是目前 MSI 乃至今年比赛看下来最让我心跳加速的一把，只能说 T1 这个队伍还是狠啊，2号种子进来的压迫力比之前的 BFX 要强简直不知道多少。好在今年的 BLG 相比过去，队伍运营的更沉稳， BP 的逻辑和英雄池也更深厚，所以哪怕第4把开局大顺却被 Kara 犹爆，我也觉得 BLG 在决胜局不会虚。在上期的正赛前瞻里，我和大伙聊过，两边的惯用强侧和弱侧是不同的，所以是在对手的强势区间硬碰硬，还是各自用强侧去打弱侧做镜像交换，就得看具体的博弈了。而这个 BO5 两队在 BP 交手和局内博弈上都呈现了非常精彩的内容，而最终还是 BLG 笑到了最后。虽然局内的失误率，我认为 BLG 是比 T1 失误要多一些的，毕竟收下回来第一把 BLG 大伙就品吧。可 BLG 还是很好的发挥了他们在英雄池和对线硬实力这块的优势，对 T1 的强侧做了不少的限制。T1 在入围赛狠狠的充了电，但同时他们的版本理解与选手的优缺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，这也给了丹尼围绕着 T1 做设计的空间。在赛前我是认为 BLG 保险一点，就走 HLE 打 T1 时的那个 BP 策略，上路兵哥烂肉开扛，下路单挂加游走，无脑加速中野强度的这个路子肯定是最稳妥的。但这种偏针对对手弱侧的 BP 策略不是丹尼和 BLG 的风格，他们的整个 BP 逻辑依旧延续过去的先试探再针对性的烧，最后将军的过程。说白了，丹尼真是个怪人，但他的怪呢是有道理的，也确实丹尼的这种大策略收获了最终的胜利，只是这个过程有点太跌宕起伏，太刺激观众心脏了。首先第一把 BLG 的首抢直接给到兵哥，上期跟大伙说过嘛，多兰大伙觉得水平不行，但 T1 对他的支援是一点不少的，也不会上来就给他玩烂肉，反而是 carry 的英雄选的差不多了才开始让篮子开混。而兵哥是相反的使用逻辑， BLG 反而喜欢 BO5 的后程，版本英雄烧的差不多了才给兵出手，所以那么早的让兵拿杰斯，而不是多兰出了我再选 counter， 更像是主动的边烧英雄池边点菜，我正面试探你，我能赢最好，不能也当烧英雄池了。那 T1 更多的是把多兰当陷阱卡，我选个能 C 的作为阵容支点撑节奏。 T1 如今真正的杀招是下路的游走与团战期的高质量决策，所以兵当先亮了杰斯后是必然会被 T1 针对的。 BLG 和 T1 这两队都属于真的很会做针对的队伍，先亮往往容易吃亏。看到魏加掘墓2轮还补了泰坦，说实话这个杰斯就很难有发挥空间了，但限制杰斯仅仅是两面博弈的第一层，真正的重心在中下。 BLG 2-3楼的波比加炸弹人其实是没有定死位置的，真要说 Net 也有一手中路炸弹人是专门打沙皇的，如果有必要这里拿来打蛇女也不是不行，但问题也来了，就是蛇女你怎么知道她不是下路呢？这里2轮还办了阿卡丽，就是BLG也忌惮配子是不是有下路蛇女，所以一个是半掉镜加卡尔玛这对超对线组合，为后面拿游走辅做准备；第二则是办阿卡丽给杰斯继续腾空间，不然 T1 蛇女走下，然后阿卡丽加魏加掘墓，那杰斯真有点上天无门下地没路了。所以从只看第一局的逻辑，一选杰斯非常冒险，但站在整个 BO5 的逻辑，BLG想要慢慢取得 BP 优势，就必须有
有意识的在不那么好打的 BP 里寻找出路。那么 BLG 的答案就是维克多大哥加炸弹人的长手双 C， 我把 Pork 发挥到极致的情况下，再让肾来保边。从阵容角度，右边肯定是能配炸弹人泰坦更好，直接勾一个波比开一个 W， 一波长手 A 灌下去，左边基本还不了手。但 T1 不傻，直接把泰坦给2轮1抢了，不然 BLG 有机会第一把就将军。但同样肾辅助也有肾的赢法，这把 T1 虽然给多兰选了掘墓，算是经典 counter 选择，但掘墓这个英雄一旦爆线，也等于 T1 少一个人，而肾的大招就可以保证 BLG 在边线能够一直做压制。Owner 不可能在不知道波比位置的情况下去 gank 线上的，何况为了抢泰坦 ，T1 下路要想不输线权，就只能选一个不那么好 C 的进来单挂。也就是说 ，T1 第一把是没法打他们最擅长的那一套下路线优辐射全局的，只能硬和 BLG 去拼游走和决策。当然，这把佩子的状态也有点太夸张了，大后期他发育起来 ，BLG 确实拿他没有办法。但理论上来说 ，BLG 能够在中期就结束战斗的，只能说游戏内容上两边都有发挥，也都有失误，但总体依旧是非常高质量的对抗。首先，对于 BLG 来说，他们做的好的地方是在保护兵这条线上投入的资源很到位。本身他们阵容没有什么主动权，就是打防守反击，靠线权做事。但 BLG 确实做到了给兵拉开足够的单打空间。这把 T1 选出魏加泰坦，却基本没有对线上有过什么太好的节奏，反而是 BLG 围绕着中路的小套餐，前期欧恩的这波翼片闪就处理得很妙。只是 T1 对于这种套餐的应对也同样很有经验啊。本来 Faker 在掉闪以后，他的线会被左手一直控住，会持续难受，但 Carry 一波帮扛线，让 Faker 能很舒服的把线控到塔前，回线上他没有调兵，然后 Faker 再通过打欧恩拿到了1血，那中路对线反而被逆转了，那左手中线就丢掉了主动权，连带着对两边阵容都很关键的潮虫就很轻易的被 T1 给运营掉了，并且因为 BLG 是杰斯嘛，被 T1 主动换线的话，还需要辅助来帮守塔，这样杰斯的等级压制也会比较困难。但 BLG 依旧围绕上路打出了不错的优势，兵大哥打篮子，说实话被 counter 出优势其实不算意外，两边围绕着上路投入，但 BLG 本身上路优势的情况下，投入的也更多，获得节奏是必然的。炸弹人配合胜的一波上半区5打4，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节奏，离通关上路也只差1步啊！只可惜啊，兵哥真有点着急了。草丛偷一套，如果真单杀，那么就是大赚，上路直接爆炸。但确实时机选的不好，队友都在下半呢，也没有技能支援。从上帝角度来讲，这里白打一套压制一下就行了，后面等矿刀爆了以后，有胜大招的回合再出击，上路应该是随便通关的。兵哥真就没忍住，结果就是把自己这把的所有节奏都送完了。本来 BLG 这个回合啊，他可以看 T1 来做选择的，因为 BLG 边线有优势。如果 T1 选择抱团去踩龙坑，那么 BLG 直接胜加波比去上半区弄多兰，那 T1 不来 ，BLG 也能美美吃龙，主动权都在 BLG 这里。但兵哥这样一死，节奏就不对了，等于是阵容的运营核心点被破，篮子补了一大口。掘墓说白了就不怕杰斯，而没优势的杰斯单线去扛神女也会挨揍。就 BLG 的设计应该是多兰去哪条单线都要受罪的，结果现在就变成了兵哥受罪。后面虽然峡谷轮次时 BLG 靠胜逮死了多兰，但局势已经靠篮子白给无法逆转了。T1 这个队伍啊，一旦能够站住边线和中线，他们的运营就会很舒服很流畅。掘墓虽然不那么怕杰斯，但也只是不怕，不代表他能带穿杰斯，他只能给队伍争取一些运营的空间。而 BLG 中期团战还是厉害点的，因为维克多有人头，炸弹人有塔皮的情况下，伤害肯定会比 T1 的出伤要更快。就 BLG 的阵容第一层是杰斯，但第二层就是双 C 的长手配野辅的控制了。只是很可惜，中路推进的这波被 T1 又抓住了机会。T1 的视野应该是只有余光看到波比的，那蛇女就敢给大，真的是蛮果断的。而后续这里进的大招直接收集掉了波比，导致 T1 在 BLG 非常强势的节点反而把男爵给拿了。只能说 T1 处理的太好了，勋其实已经挺小心了，也开扫描了，只是真没有想到会被半盲视野石化，然后被禁狙死，也是因为这个是个坡啊，实际上位置判断是和肉眼有点不同的。只能说对的，我们英雄联盟真的是3D 游戏，确实 T1 的双 C 发挥的很好。那对于 BLG 来讲，在进得大川无尽前，正面打起来它还是舒服啊。BLG 的前排只要和 T1 的前排搅在一起， BLG 的长手3C 是随便弄的，所以哪怕 T1 拿了男爵，其实真要推进也没法推，两边都属于既没有龙魂，边线也没有明显胜负，所以两边都在僵持，高手对决嘛，都不想轻易入破绽。直到 Carry 这里一个空 Q， 这个理本身时机是对的哦，因为佩茨有中线优势，他能比炸弹人更快的靠，一旦这个 Q 中，哪怕是打出波比的 W， 配合蛇女腹地加进
的华彩，哪怕白打一套出闪现都可以，但熏走位躲得很好，反手把 T1 的一次机会变成了 BLG 的反打空间。Owner 进场肯定得死，然后蓝子到场也零作用，直接白给。高手对决一点失误都会变成对手的机会，一波0换3啊，那是终结比赛的大节奏。这里吃男爵压力本身 BLG 是不大的，结果文俊逆天失误，这里不用排这个眼，点个 C 字草睁眼就够了。他这里直接被点死太伤了，因为 BLG 这里的视野是全部要靠他来提供的。男爵坑本来就是 T1 的图权嘛，那导致 BLG 他们就只能被压在一个狭小的口子里被狂打，因为你出不去啊。包括后续的残局也是因为 BLG 没有视野，而 T1 有视野，所以 T1 的双 C 能自由的选择开火时机。可以说欧文这里的失误犯的太大了，这波送完，其实镜和蛇女就已经势不可挡了。就前面 BLG 能打，是因为他们的前排更硬，后排手也更长，泰坦和魏开到人也杀不掉。但 T1 已经把时间拖到大后期了，当 T1 开前排伤害都够的时候，那 BLG 就很难玩了。只能说第一把 BLG 从运营层面整体发挥还是 OK 的，个人实力也有出来，只是失误多了点。而 T1 这边更多的展现的是他们的抓机会能力，你给机会我就能拿到超越预期的战果。然后佩子的状态确实也很顶，包括 Carry 的几波钩子支援，在跑线这块 T1 的联动是没毛的。可即便输掉第一把，也并不会影响丹尼的整个 BP 大方向。第一把我们都知道波比被烧掉了，肾也没有了，那 T1 就会觉得此时你的反手和支援这块牌库是不够的，所以两边都开始把游走斧开出来，巴德和青钢影都不办了。在红四方要扛梦魇的情况下 ，Carry 选择一抢青钢影，而 BLG 这边虽然出了巴德加 EZ， 但 T1 反手锁了盲僧加朗姆，就把上半区的强度拉得非常高。就巴德要游走，你上半区出什么能够对抗得过我呢？ BLG 的答案就鳄鱼，可鳄鱼打朗姆虽然是优势对局啊，但这个英雄后期画面太差了，而且青钢影加盲僧的情况下是可以非常猛的去提款的。为了保证上半区中路线权的争抢就很关键。T1 的逻辑很清晰，我已经有了足够强的抓机会能力，你中野最好是偏短腿的角色，给我青钢影疯狂的踹。所以 T1 办的阿里和皇子都是这种相对灵活的角色，而 BLG 在第4手做了一个很有趣的选择，他们拿了一个狼狗，狼狗算是打盲僧的常规选项，也确实不那么怕青钢影抓，但前4手 BLG 的阵容超级软，就没有控制啊，狼狗也好鳄鱼也好都是孤立的点，你不成体系。而左手不管是加疗还是卡牌这种支援型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，你保个 EZ 保个鳄鱼有什么意义吗？而且 Faker 也可以选岩雀卡牌这种跟你对着跑，而左手选什么辛德拉也不好，有青钢影这种你短腿法师活不下来，就也不舒服，阵容也没有主动权。所以 T1 看 BLG 拿纳亚费利直接加里奥佩卡莎，我把冲阵拉满，这样 T1 的阵容就不怎么怕左边这种输出靠点杀的了。当时 BP 看到这里心是有点凉一截的啊，尤其 BLG 一开始亮了冰鸟，我当时已经在想是不是要鳄鱼去打中，冰鸟上路去搞点变数了，不然正常打真的好难。从阵容角度，纳亚菲利也要发育啊，不可能一直挂在上路当保镖，但狼狗哪怕正常刷，这把也很难进场。结果 BLG 这手乌鸦直接盘活，主要 BLG 的前中期团战会强的简直没有天理。鳄鱼 EZ 加乌鸦跟右边这种近战粘在一起打团，那简直不要太爽。而 T1 前期一旦团输，就会变成狼狗加巴德无脑带队了，所以前期 T1 就只能一直去养多蓝的朗姆去弄冰的鳄鱼。你说有效果吗？也是有啊，鳄鱼打朗姆前期死1次都很伤，何况死了2次。看 BLG 这个队伍强侧一直是中路，左手这把空间很大的情况下，只需要在 T1 每次进攻时赚点头就行了。就两边都有赢点 ，BLG 养中野 ，T1 则是养狼姆和卡莎，尤其朗姆是需要他在边线做支点撑节奏的，拖到鳄鱼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啊。结果蓝子自己想点子，18分钟这里自家上半区刚被入侵抢红，队友已经撤了，他居然还敢主动的去找左手换血，这波和第一把冰的杰斯那波一样，就送的特别大，因为朗姆是边线支点啊，他死还送的是乌鸦，那就此消彼长。本来 T1 的置换也没有出什么纰漏，我盲僧青钢影慢慢找机会嘛，结果这波送完 T1 白帮了，升级布甲鞋加冰杖看都不想看 ，T1 只能继续硬着头皮找鳄鱼。乌鸦过去的问题是他刷钱效率不行，又笨，一旦断节奏很容易像3一样又不肉又没有伤害，但左手节奏贼好，那就变成了又肉又有伤害，这直接导致 T1 只能强行去边线提速，最后被左手一波收汁儿。其实第二把双方有许多精彩操作，比如熏那波后撤步就 carry 啊，多兰的弱侧反杀 EZ， 但因为乌鸦这个点的出现，让 T1 始终没有能够把阵容强势的部分发挥出来。中期即便抓到一些击杀，但团战真的太难发挥了，只能说这手乌鸦真的神了。第二把不但烧掉了很多 T1 的招牌英雄，还成功啃下1分，尤其是 carry 啊这个点被烧了非常多能带节奏的英雄，而多兰一些会让兵不好发挥的角色也被烧的差不多了。鳄鱼、朗姆、杰斯、掘木这些都是蓝子的常用英雄池，兵啊是不怕多兰选大肉抗压的，你给我纯抽陀螺 BLG 肯定愿意，但你选 C 不得不去针对的时候，才是 BLG 不希望看到的。而 T1 其实也能察觉 BLG 阵容的缺点在哪儿，并且在 BP 中辩证针对，但 BLG 很多牌他还是能出乎 T1 的意料。第3
3把 BLG 依旧有大眼这种突如其来的狠活。就 T1 第3把是觉得上路其实战士英雄没有多少了，兰博那儿都搬了嘛，我又不可能选个臭肉给兵哥爽发育，所以看到 BLG 拿到瑞之后，多兰直接选一个雅恒跟兵大哥对着发育，就给你武器抽我，然后我扩人无限来帮，就把蓝子当陷阱卡来用，先过我队友再谈抽我。那 Faker 看到是奇亚娜后，其实他可以玩冰鸟无责任刷线的，在 LCK 这个对局里 Faker 也打了很多冰鸟打瑞兹，但他就是不玩，因为阵容需要他去带节奏去撑前期，但中路你要有节奏只靠自己是不可能的，需要下路来解放，所以双方很默契的搬掉软辅，大伙就是明摆着我要介入上半区这种肉搏氛围很浓的局嘛。而 T1 很聪明的点就是我直接抢走塞纳，其实 AD 塞纳已经被削弱了，但塞纳对上半区对抗的增幅能力毋庸置疑，不让 BLG 拿塞纳继续强化兵优势的同时，我还可以解放 Carry 去游走嘛，毕竟搬到这里能称得上组合的也就卡列和霞洛，而这两个都短手，塞纳不但对线没压力，还可以 A 人来叠魂，而假如 BLG 硬抢牛头，那么 Carry 进可以选派克强行游走，退可以选个常规应付，就 T1 的想法没问题，只是 BLG 的应对太变态，他们居然掏了大眼。虽然这个英雄 Viper 在排位有练，但真上场时也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震撼，主要是上的时机很好，左边整体手短，有牛头配的情况下根本摸不到他，而维克兹打塞纳是完全不会被开的，也不担心丢魂。不仅如此，牛头配维克兹加奇亚娜的话，如果 Carry 硬去上弯去游走，塞纳在塔下还不一定能活，就奇亚娜去拿人头的话，对 T1 来说也是不好去做交换的，就 T1 突然就死局了。BLG 单带也有说法，打团也有说法，容错非常高，舒服的一。然后第3把本身就作为弱侧的 Faker 直接成为了 BLG 这把强侧的突破口，这把安妮容错本来就很小嘛，结果前期这里 Faker 为了守 Owner 野区，硬核要去骚扰，去了一次还不够啊，蓝 buff 这里又去，而面对这样状况的左手 Faker 这样的处理无疑就在给机会，瑞兹 TP 出来配合前推线就可以无限的压制安妮。这里 Faker 错过回城时机后，想的是猴子来打一波1换1，我可以接受啊，毕竟安妮是工具人嘛，但问题就是左手一旦优势，野辅又能先动的话，你给空间一定吃到3，中路直接又是一波闪现脏杀，这种就根本没办法。其实 Owner 这里看到是这种局面，已经应该队友被抓，边笑边刷，但他又想救又想护着，结果就是 Faker 花时间投入了个寂寞，中野一起裂，而下路因为没线 Carry 不可能跟得上欧恩的游走。第3把其实整体看下来节奏很慢嘛，前期 BLG 拿完优势后就几乎没有什么人头爆发了，但 BLG 就是掌握主动权，因为刷下去真的就很好赢。到这里 BLG 在 BO5 的 BP 策略我认为已经很成功了，就丹尼已经抓住 T1 脉络了，留给 T1 的牌是越来越少，我甚至都以为 BLG 能3比1直接抬走 T1， 因为 T1 最难扛的单挂加游走辅的卡池基本已经打空了，起码第5把一定没有，而同时多兰能吸引注意力的英雄也基本用光，准备进入到玩肉环节，这些都是 BLG 希望看到的呀。第4把 T1 也不跟你烧脑，抢了皇子，这样 BLG 不好先拿没有位移的梅尔，而 BLG 的选择是那正面来呗，女警加蝎子两边出下野，正面碰碰，之前都是变相在上半区碰，现在我们就下路硬碰，所以我说丹尼这个人啊真的很骚，整个 BO5 就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我知道你优点在哪，但我也会试试看碰一碰，反正 BO5 我有容错。但丹尼也不是乱碰，这里多兰选老黑，BLG我拿格温就是爽抽，就经典 BLG 后2把传球给兵哥嘛，这把格温只要安稳发育到25分钟，团战是随便游龙的，右边根本限制不了他。BLG 的 BP 逻辑就是和你强侧硬碰硬，碰得过我就直接赢，碰输了没事儿，我上路 1v1 有优势也能兜。T1 他一定要来下半区嘛，你下路得有优势才能走，不然我蝎子蜘蛛随便越梅尔，那 T1 你抓上也不一定能抓， BP 是真没问题，甚至在下路1级线杀时我都觉得拿下了。而6级兵哥上路的单杀 T1 基地都已经在冒烟了，兵大哥这把 MVP 我都已经看到半张定妆照了，无限游龙的画面已经在猜想了。结果啊，文君他不同意啊，在 T1 野辅的连环压力下，他直接把局势送爆掉。这里3v3其实走就好了，优势真的很大了。我理解欧文就是他想用节俭去换梅尔 W， 毕竟梅尔的 W CD 特别长，但问题就是没有必要，下路就平线，就盯着派克留意 T1 他没有进攻节奏，你发育就等于赢嘛。这里 Carry 的 Q 也真出的好准，这里慢一丝儿就 Q 到小蜘蛛了，而下路一掉人，派克就开始启动，后续抓死女警 ，AD 掉闪了还死，下路直接爆炸呀。后续派克无限配合游走狐狸，兵大哥双拳难敌4手，左手为了填下路的坑也是牺牲自己节奏来下，结果就跟着一起爆炸。因为这就是 T1 最擅长的节奏画面，这种局 T1 也不会自己送输的。最后就是 Carry 的无解节奏时间，后面大伙看其他的梅尔、派克打蜘蛛女警对局也能明白，派克操作压力是真不小的，能玩起来既有欧恩给机会，更多的也是因为 T1 给的压力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受迫性失误。但即便如此，站在 BP 的角度看，我认为这场 BL 局是走在既定路线的，就是想法和策略奏效了，只是发挥差点。T1 这个队伍就是你敢给机会，我一定敢惩罚你，那这就是人家本身厉害的地方。站在 BLG 的角度，不讨论心态的话，其实在 BO5 里也是能接受的，就你不可能不让对手发挥啊。
从第2把开始 ，BLG 的 BP 策略就已经在奏效了。那丹尼真的是越往后 BP 会越舒服的类型，所以来到战歌第5把，这也是一场 BP 完 T1 就非常难受的对局。很多 T1 粉丝不理解为什么 Owner 要一选巨魔啊，这个英雄完全没发挥。但问题就是他不选 T1 也没法拿别的 ，T1 不拿给 BLG 拿，那 Owner 拿剩下的什么赵信、潘森这种短腿去打吗？一样是坐牢啊，而且会连带着上路的肉坦也选不了。本来拿奥恩去和冰的兰博扛线压力就大，你团战还要有个巨魔，就很难玩这个画面。所以 T1 得自己抢这个巨魔来保证后面的 BP 空间。但拿走了巨魔，他们会面临另一个难题，就是奥恩打兰博，他还是劣势对线，你配巨魔不一定能抓。从结果来看 ，T1 在上路投资了3把，效果是还行的。但当第4把拿老黑想强行混住时，结果就是6级直接被单杀，不是队友兜底啊，第4把可能就直接飞了。说白了，选纳尔队伍还能帮帮你，选奥恩真不知道会被抽成什么样。毕竟 T1 喜欢的游走辅助也烧的差不多了 ，carry 啊想帮也没什么英雄，所以是这样的大背景下 ，T1 他先亮了下奥恩，最后决定还是拿纳尔，保留了在边线的主动权，并且很早就选了岩雀。就 T1 还说我就贯彻帮上的定位，我中路先出被你 counter 没关系，我保纳尔这条路能发育起来也行。但做了这个选择，你得付出相应的代价。T1 在有巨魔的情况下，他们依旧得去搬潘森和赵信这2个更强势的中野，因为 BLG 2-3楼抢的是非常强势的经典艾希萨勒芬尼，这种没有青阳影巴德去抢游走的情况下 ，T1 你没法再给 BLG 拿强势的战士打野。从搬人大我就应该看得出 T1 他扭曲了，就太多被迫在里面，而 BLG 选择很丰富啊。我按掉了最不喜欢看到的机器人变数后，确认了 Carry 选择露露，这里就有2个路径，一个是经典的云加露，另一个则是对线更舒服的大嘴，但后者腿太短了，看到右边兰博辛德拉基本就不太考虑，而云露意味着辅助位 Carry 的变数没有了，你毕竟是一个软辅，你再能秀再能游也只能打对线啊，所以 BLG 很顺理成章的点出了绝杀的千珏与辛德拉，这个组合 combo 真的很有想法。辛德拉本身 W 能配合千珏抢野怪，其次艾希的 E 能配合勋去抓位置，这样叠层是大概率事件。巨魔打千珏本身就是绝对的劣势对线，而 T1 的中下还不一定有线，即便 T1 能利用岩雀的支援拿到短暂先落位，但千珏真的很难被留，除非是重大失误，否则千珏这个点是根本死不掉的。T1 唯一能做的就是前期野区防守好，不要让千珏太肥，然后看岩雀能不能养肥纳尔，在边带上出优势。但 BLG 的排库它不是临时想，他们既有熟练度又有配套的战术。首先前期入野驱赶巨魔换野区没问题，其次是线野的联动，可以看到奈的前期哪怕拿到换血优势，但就是选择卡塔前线，不让 Faker 舒服的回城，直到勋下一轮野区入侵，左手才点 TP 出来抢线。而下路也是如此啊，这波 BLG 下路一样是补给出来才打的，就真的完全一个整体。BLG 这里唯一的意外其实就是 Faker 在镜头边缘的一个空 W 台，大家要知道岩雀的 W 它没伤害，一般都是配合 E 来释放的，这个台其实很突兀。我个人感觉就是 Faker 他闻到味道了，所以把辛德拉往上面卡，进而能先落位 F6， 不然技能它是没什么意义的。也确实因为这个抢身位 T1 成功打出了勋的闪现。说实话，站在上帝视角，这波 T1 想化解勋的攻势，就是巨魔马上跟闪，用红 buff 强行压千珏状态。毕竟这里强攻巨魔都打出来了，黏住的话还有变数可说。但这里 Owner 没继续往下追，结果就是 BLG 处理完线，大大方方再来一次。而 Owner 被入侵不仅仅是他难受，中路也因为支援被连续的消耗状态。最终结果 T1 的 F6 他没守住，中路的血线也低到了对不了线的那种，而 Faker 又没有 TP， 野辅因为劣势也没法来解线，左手趁势打闪，彻底奠定中路优势。T1 中野一起爆炸，唯一能帮助多兰建立节奏点的中路也断了。游戏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呀，后续 Owner 的野区激进给印记，包括强打男爵，本质都是游戏进行不下去而强行做的变数。这里面的操作问题我们没必要细抠。回到 BP， 其实第5把 T1 本不应该做出那么难受的阵容，但问题就是 BP 我们不能孤立来看，要结合 BO5 选手的表现。与其说 T1 主动选择了很烂的阵容，不如说是因为 BO5 的对局变化下，他们感受到压力，让他们投鼠忌器。而当局面来到第5把的时候 ，T1 想要的东西就太多了。兰博可能就会辅助吗？我如果3楼点机器人，或者我配子就硬拿这里当大哥 ，BLG 会不会有奇怪的后手？就 BP 的主动权不是上来就到 BLG 手里，而是用局内表现、用设计运营去逐步达成。所以赢有很多种，但打 T1 这种本身就足够成熟的队伍 ，BLG 能够赢得如此漂亮，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。这也说明了平时在 LPL 练的那些兵，输的那些大伙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对局，那些短期丢的脸，最终都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它转换成了最后的果实。BLG 让我们开心的不是他们有数值，而是他们的数值终于匹配上该有的机制，不是某套打法，不是某个版本强，而是队伍逐渐形成了方法论，能在强强对话中不断的实践，最终沉淀出了让人振奋的战果。只能说啊，期待 BLG 和韩华后续的 BO5。这个波5看看有版本超级加持下的韩华 ，BLG 他能不能顶住了？
那接下来我们讲讲滔博这条线。其实从上期前瞻大伙看我聊了那么多对滔博的担忧，就应该明白滔博肯定是存在问题的。所以我说真的要尽力别跌入败者组，去走那个看似更好进4强的路。因为滔博最本质的问题是这个队伍不具备调整和持续学习的能力。大家要明白啊，在世界赛的舞台上，很多时候你的优势不一定是优势，但问题它依旧还是会存在。所以强对抗往往都是抓弱点猛弄，而滔博这个配置从常规赛开始，哪怕开赛一波连胜吃了不少分，但队伍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。这点从卓的分享也能看到，他们内部是有感觉，只是解决不了。滔博其实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点，就是我跟天大哥私下其实有沟通很多，就是在常规赛中期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第一轮不是一直在赢吗？但是那个时候天大哥给我的意思就是，感觉随时要输了，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对内部有一些东西一直没有解决，他们在很多比赛上就是通过一些巧妙的反战，或者说是当天的这种赛场上的这种爆发力，就是把那些在训练赛里的隐患，就是当天的掩盖过去了。这个隐患其实我感觉是没有解决掉的。所以我说滔博本质一拳超人，这拳打出来你得劲儿，但打不出来就毫无竞争力。打G2这场看似有双败兜底，可一旦输了之后，滔博一蹶不振的概率是很大，因为所有对手都可以按G2的板子来抽滔博，而滔博调整不回来。好在G2虽然有过先锋赛的辉煌战绩，但从 LEC 的表现来讲，他们并不比路边一条被踢死的2号种子 KC 强太多。但即便如此，滔博也是G2不好处理的对手，下路容易吃怪东西，中上2条线又容易吃套餐，这是我们前瞻里就聊过的。只是 BO5 的前2把，滔博的个人发挥很精彩，打自己熟悉的东西，那完全能按着G2打。前2场滔博表现的其实很像打 WE 的那个 BO5，就是我知道你有备而来，有了防备以后我就操作你。比如第一把的蛇女本来是要吃G2套餐的，3分30秒这波3人卡线套餐，因为 Caps 的着急放技能而被小奶油操作了。这里其实 Caps 应该一闪去换闪的，这样中路没闪的蛇女压力就会很大，结果抓人不成，还反被小奶油单杀了，中路直接爆线。G2的阵容很明显，妖姬得作为支点配合打野来做事儿，那妖姬爆线所有的支点都没有意义，所以后续滔博的团战就打得很顺畅。第2局也是滔博很擅长的经典对位，上中下都拿有线权的，然后配合皇子去进野去压制。虽然从阵容角度滔博的后期不是很厉害，鳄鱼 EZ 加兔子确实输出会软一点，但有线有中期，滔博就能把所有的布置围绕着他们最擅长的资源团来处理。Skillman 的是那种如果队友没线，我会先去抓一下，看能不能先解放一条线，再开始带队的类型。但滔博明显抓住了他的特点，毕竟 WE 京东都是这种路径，所以滔博处理起来是有点得心应手的。天呢就一直在反 Skillman 的 F6， 这导致第2条龙的关键资源团天是大城打小城，毫不费力的就完成了抢龙，这样 G2 的节奏又爆了。兔子吃够了足够的人头， EZ 和鳄鱼本身中期就厉害，所以滔博靠着资源团很自然的滚爆了G2。虽然这一把最安的鳄鱼被 Broken Blade 的老黑单杀，但局势从头到尾都在滔博手里。前2把滔博拿下，我看完的时候是有点松一口气的，因为打常规内容滔博还是那个滔博，包括G2的一些套餐滔博也扛住了，那就还好。第3把牌库不足的问题开始暴露，他们第3把的 BP 很明显想继续套他们擅长的攻势，可问题就是当对手开始出现非常规，而自己的阵容也没有那么高熟练度的情况下，队伍的运营就开始自己出问题，俗称自转。从阵容角度，滔博这套也是他们擅长的资源团体系，只是说队伍大核从小奶油变成了哥哥，但阵容没有那么熟练啊。最安的3人其实是季后赛才开始练出来的，常规赛就拿了1场，还是打 WE， 而季后赛上只能说是能用。而 Broken Blade 的克烈打3人算是他的经典对局之一了，但从前2把来说，G2他是没醒的，前期也看得出G2很晕，反倒是天的节奏非常好，就整个局势滔博是在控的，那一切的转折都在那一波越塔抢河蟹。这里滔博真正的问题出在哪？是猴子发疯抢河蟹吗？当然这有天个人的操作问题，但为什么要抢河蟹？因为他不想蝎子吃这个河蟹升6级。天在 gank 完下路后，其实节奏对滔博是无限优的，厄斐琉斯有人头，上路3人也吃了1血，只要滔博能控下第1条龙，那么游戏的主动权是不是就彻底在滔博手里了？那G2没有主动权的话，他们自己会送嘛？但我们往回看，理论上下路抓死人，滔博辅助应该能动啊，我猴子还是先溜的，凭什么G2能先集结抢河蟹？就我打野优势，凭什么G2能下河道呢？风月为什么慢那么多？因为上一轮他搞复杂了，击杀完后他走到安全点的地方回城就算了，或者说先登龙再回城也行，但他偏偏是先回城再打断扔登龙再回城，结果被落干扰，回合完全落后。而G2正是知道你辅助慢回合，所以这里提前集结去保这个河蟹，如果没有这个小插曲，风月的位置不会差这么
么多。要知道哥哥都到河道了，他还在野区呢。这里的画面本应该是猴子到6，辅助 AD 在旁边能先到，猴子见人就打就完事儿了。瑞兹随时开车支援嘛，明明拿到 gank 优势，打开了下路缺口，可就因为这种小细节瑕疵，导致了回合节奏的落后。而天这里的上头也确实不理智，就这个回合认个怂就完事儿了。从发挥角度，这波天当然得背锅，但我们从团队角度，这种就是低级的个人失误导致了队伍的运营节奏续不上去。所以从这个回合，大伙应该明白滔博一直的问题是什么了吧？就是选手瑕疵多，导致运营节奏不连贯，不连贯就只能靠团战，而打团你又需要资本。游戏里有无数的回合，也会有无数的瑕疵，就卡住了队伍，它的节奏它就循环不起来，选手就会别扭，因为意外状况一多，每个点都容易出问题，自然是越打越乱。而 G2 他又愿意打乱战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因为 G2 双 C 吃头加克烈一直能压着塞恩打，所以滔博换线抢一轮节奏，控了潮虫，这个很 OK。但塞恩在下路，他自己主动上去 Q 霞，给蝎子抓他的空间，塞恩有2有闪，根本不可能被抓的，结果被抓了。然后天看着这个情况又想去救，结果走到一半发现塞恩反向跑了，他自己又回头去刷野，白跑一趟。这样一单个上路的2v2，猴子又赶不上了，那打也不在，残血的滔博双人只能亏线回家，上下又被烧了波线，主动换线的优势又给出去了。所以第3把哪怕 G2 也在送，就中期各种逆天给机会，但滔博就是没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，因为节奏乱了以后他们调整不回来。难道真有人指望这把哥哥的厄斐琉斯 C 啊？第4把呢，从最终阵容来说，滔博的阵容很飘，但本质是想复刻第2把的赢法，就是3路线权，然后慢慢和 G2 周旋资源团。但第4把滔博的细节太垃圾了，就下路哥哥这里明摆着不能吃的炮车他硬要吃，送了一个1血就算了嘛，下路强线权组合死一次还有线，那上路这波天这个闪现给踩头就有点太乌龙了，然后小炮也被迫掉闪，而抓不到机会你就是要被惩罚呀，后面被纳尔戏耍吃一次套餐，那上路直接结束。这把卡牌加位小炮不肥是不可能有作用的。滔博的困境就是因为他们要进入自己的舒适区，但在后半程的 BO5 里你手里的牌熟练度又不够。第5把双方的 BP 博弈其实相当精彩，尤其我们站在G2的角度，利用冰鸟的摇摆步步为营确实很精彩，但我们看滔博的 BP 明显感觉到掣肘，比如这个1抢潘森，明显就是怕欧龙拿潘森加自己没牌了，毕竟天的潘森在 LPL 才40胜率，达不到1抢的程度，而欧龙的潘森在 LEC 则是100%胜率。但你打个 G2 花太多的时间去想摇摆，本身就是一个对自己硬实力不自信的情况，而最后出现时间不够，被迫换英雄还没换掉的状况，更是让滔博的心态雪上加霜。第5把你就算心里虚，你也不能把虚摆在脸上。说实话，滔博这个队伍就是没法打复杂局，在这种情况下就更不要做复杂 BP 了。滔博要么就潘森给你嘛，我就永恩大树加个炸弹人，辅助随便凑个拼多多一下，你毕竟爆弹你选派克都行啊，甚至你说怕我直接潘森永恩炸弹人，我不要大树都可以。我觉得滔博已经被打到不自信了，他们想在每个环节都尽量榨取优势，但问题就是打G2这个队伍你不送，其实对手是会自己送的，你自己搞复杂反而是作茧自缚。还是那句话，G2的失误超级多，但滔博更多的是自己乱，哪怕对面送也送不赢你，因为G2送归送，但人家该 C 还是能 C， 这就是我赛前担心的。队伍乱了以后他们没有调整的能力，那个树上的大象终于是掉下来了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想过滔博会在 BO5 里输给越南，输1局输2局甚至都算了，但你输 BO5 还是1比3输的，甚至都没打满，还能说什么呢？除了点开突然的陀螺收藏新的金曲外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其实打 TSW 这个 BO5， 我觉得最本质的问题还是队伍乱了调整不过来，然后整个队伍处于那种我其实是不自信，但我的身体又在装自信，结果就很恐怖。其实大伙看过 TSW 之前的比赛就应该知道，这个队伍哪个点肥都终结不了比赛，他们没有围绕大哥赢游戏的能力，但偏偏打滔博，你感觉滔博反而像人机。最安一个点火杰斯能被奥拉夫直接现杀，这不是靠奥拉夫玩得好就能做到的事情，大家能理解吗？要知道最安的杰斯是他在 LPL 玩最多局的英雄，他杰斯的熟练度和他的朗姆是有一拼的，而朗姆在打G2时发挥还很惊艳，结果这把杰斯打 TSW 就完全是人机，这种就是没缓过来啊。而滔博一旦晕了，操作变形都是小事儿，关键是他们会有奇怪的运营变形，上路送了，但炸弹人下路有优势，慢慢打呗。但和天那个抢和气的猴子一样，天的皇子这里选择硬偷龙想提速，可实际上这个风险的收益完全不成正比，中路不可能有限的情况下，这条龙没必要这样处理啊。在错误运营下，滔博很菜的地方就是因为经验不足，会出现下意识更低级的理解错误，导致局面更差。这里风月的选择是往上顶去卡盲僧，这里绝对不可能是看盲僧啊，因为中路没线没溜。这里唯一的画面其实是顶右边给你盲僧抢龙的位置，但滔博能顺势的往 TSW 的弱侧做进攻，看能不能撤退加杀人。我瑞尔控泰坦看能不能集火秒掉，然后龙就纯平城，你往左顶就完全没有画面。这种一眼没画面就是滔博一直以来最麻烦最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是在
在高风险甚至可以说错误的决策下，选手没法保证正确的处理，这代表着滔博必须一直做正确的决策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强如韩华、碧瑶居都会有错误决策，但哪怕是错误决策，真正的强队在处理上大概率是没问题的，所以哪怕错，有时候也会有正确的结果，这也是很多队伍的变量所在。那这是基本功问题啊，但也是磨合问题，它是一个很多问题综合起来的结果，只是在这点上滔博是零，别人是有可能的错误决策下，结果呢是会小亏，但也可能会赚，但滔博就一定是亏，而且是大亏。这不是风月的问题，而是5个人都存在的问题。所以除了打55资源团这种纯拼操作不烧脑的场景下，滔博在其他部分就真的不够厉害。后面8分钟的上野去守护也是这样，我们看罪安呢，上路此时被奥拉夫拉线了，队友呢和对面在 F6 这边也碰上了，可以看到罪安第一时间是站三角草，想等一下看情况，但问题就是现在被烧啊，这里他支援会掉很多线，但他不支援，队友也不敢主动打，然后他这里就开始烧脑，选择了卡奥拉夫位置，最终就是被直接抓死，就很犹豫这里的杰斯，你要么直接来，我线不要了，我就要保证这里能和对面打起来，我比奥拉夫先到，看能不能操作一波，要么我就和队友说我不去了，卡住奥拉夫位置以后，我解线把线推进去走了算了。要知道瑞兹走去上路时，操里是完全有眼的，但罪安就是这样当着面被简简单单抓死。这2个案例看似都在说2个新人的问题，但他们是整个队伍内在困境的体现。新人的问题一直存在，但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？不是输越南时才出现这种问题，不是1-2落后开始派克梅尔开始绿甲塞恩时才情况不对的。对于新人来说，迷茫犯病是正常的，但这是一个5v5游戏啊。滔博首先就没有沉淀出足够多的牌库去应对这种运营问题，其次就是队伍里有成绩的老人在逆境时没人能扛出责任。我觉得无论是哥哥还是天，本质都还在我行我素。滔博不是说没有拿到优势啊，第3把条线杀完全可以围绕着下路滚雪球，结果哥哥风月换去上路反而还死了，就为什么稳定不下来呢？为什么有经验的大哥们不能慢一下去控一下节奏呢？我觉得新人的变形固然让人无语，但哥哥天这种有成绩的老将，他们的变形，他们的问题也同样值得他们反思。说白了，对滔博这个队伍出装问题也好，操作复盘也罢，甚至英雄熟练度这些都不关键。你打个越南1比3，你跟我说是某个操作哪波决策有问题吗？你说打满了，最后因为某波失误送了，扣锅给最坑的就算了，现在连打满都没做到呢，能把锅真的心安理得的给2个新人吗？都说天才没有新手期，哥哥和天第一次去世界赛就夺冠了，但大伙可以想一想，第一次打世界赛时，哥哥和天当时队伍里的大哥在队伍困境里是表现怎样的，是怎么在场外调整队友，被1比3越南俘虏，本质是2个因素的叠加，一是平时赛训解决问题能力太差，一直抓不到问题，导致赛训没有积累，基本功一直练不上来，而当所有人都看到树上的大象掉下来以后，心态全部变形。而另一个则是队伍没有真正担责的大哥，不是说 BP 选个 C 或者说一定要稳得住，而是你拿到优势后，大哥得明确的告诉队友，把球给我，我要我打，相信我，你们少犯错。就新人出问题，你老人得兜住啊，你不能平时这么表现啊，队伍顶不住了，你还是同样的表现，你得先做到无懈可击，再去让队友把心态拉回来，不然薪资的差距意义何在呢？本质上大哥位的存在，或者说队魂的存在，才是队伍能在逆境下调整心态的关键。很多波明明可以沟通可以避免，但滔博就是越到后面越变形。我再次强调一遍，滔博不是惜败给韩华棋差1招输的，而是被越南队按在地上砍了3分。难道越南队不送吗？难道越南队没有操作瑕疵吗？滔博输本质是队伍里已经没有正常人了，某几波操作上的瑕疵但不是真瑕疵，同样哪个轮次里操作上的尽力其实也不是真尽力，真正的尽力是队友再怎么犯病，我做对的事情我不变形，我在有限的局面下尽力发挥，得先有改变，让队友觉得啊确实不一样，那这种站出来才是真正的站出来。但滔博那是全员都不正常，哥哥还是那个交不出闪的操哥，天在G2第3把自己河蟹犯病后也开始各种丑陋操作，小奶油更是越到后面越没有什么声音，就队伍大哥自己都调整不过来，凭什么认为新人能调整过来呢？我突然想到曾经看过的一句话，叫做命运会反复的出题，直到你给出新的答案。而这一次很明显滔博的答卷又是让人失望。不过也不重要了，输都输了，就像很多评论调侃那样，乐队嘛要求不要那么高，所以大伙儿就大大方方听歌，正常开喷就完事儿了。那本期内容就聊到这里，我是袁某人，我们下期赛事复盘不见不散，拜拜。